战家的二太太娘家也属于豪门，从小到大，她最不缺的就是珠宝。嫁入战家时，父母兄嫂给她准备的珠宝首饰多到都能开珠宝店了。那是她的嫁妆，现在还放在她的珠宝库里。长子娶了宁云初后，二太太送了不少珍藏的珠宝给长媳。战义阳答道：“这不是还没有老婆吗？看到有新款式的珠宝，就给妈买了一套。有给你奶奶买吗？”战义阳将红色的锦盒递给母亲，应着奶奶不要我们送她珠宝，我只给奶奶买了一束花。奶奶还嫌我浪费钱，说山脚下的花田多的是花。二太太接过锦盒，笑道：“你奶奶就是嘴上嫌弃，实际上开心得很。那花束没有让你带回来，就代表她老人家很喜欢。没有炫完整个山脚下，她老人家都不会回来。做婆媳几十年，二太太对婆婆是很了解的。”二太太又往儿子后面张望，还看了两眼车上，问儿子：“车上没有人了，就你一个人回来吗？你奶奶说你回来吃饭，妈以为你会带个贵客回来的。”“是我一个人呀。”战义阳装糊涂，心里知道奶奶已经将杜雨萌过来的事告诉了母亲。用奶奶的话说，父母不是不着急他们的人生大事，只是他们向来不听父母的安排，父母心急也没有用，只能让奶奶出面操心他们的人生大事。二太太瞪着儿子，薄责地道：“杜小姐不是过来了吗？你们昨晚还一起吃饭，一起过夜了，也不带她回来让我们瞧瞧。妈很想知道你奶奶给你挑的人怎么样，跟你大嫂比怎么样？”二太太问着。“妈，我和杜小姐什么事也没有，一起吃饭那是大嫂请吃饭，我们遇到了而已。”战义阳边往屋里走去，边解释着：“妈别说那么大声，传出去败坏了杜小姐的名声，她只是喝醉了，我送她回房休息，吐了，我照顾她一下。奶奶什么都跟妈说了，应该也知道我对杜小姐没有意思的。我承认奶奶给我选的杜小姐很优秀，不输于我大嫂，但是我对她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”战义阳先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水，才走向沙发。父亲在沙发上看报纸，他叫了一声爸，便在父亲身边坐下，不着痕迹地碰了碰父亲。在父亲望向他的时候，他轻声请求：“爸，帮我脱困。”战立民边折叠着报纸，边问二儿子：“就你一个人回来？自己一个人回来做什么？”战义阳：“爸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回家还不行吗？平时又抱怨我们做儿子的，不陪陪你们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又说我回来做什么？你自己一个人回来，爸是不欢迎，爸想看到儿媳妇。”战义阳一脸黑线，单身狗连回家都不受欢迎了。爸已经有儿媳妇了，爸有3个儿子，才1个儿媳妇，还缺2个儿媳妇呢。爸妈也想抱孙，宁云初这2年都不能怀孕，二太太夫妻俩想抱孙，指望次子次媳的了。战立民折叠好了报纸，将报纸放在茶几上，对妻子说道：“你还特意让厨房加菜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回来，加什么菜？有碗饭，有碟青菜给他吃就不错了。”二太太将锦盒放下：“我又不知道就他一个人回来。妈说他回来吃中午饭，我想着杜小姐过来了。昨晚他们还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今天会带回来给我们瞧瞧的。儿子送的珠宝，二太太都觉得不香了，儿媳妇才香。战义阳，我现在就走，我回公司去。”说着，他起身做事就要走。老爸又说你妈都让厨房加了菜，狗吃不完，你帮忙吃完再走。意思是他们家里养的狗，能吃完的话都不留他在家里吃饭了。没有带女朋友回家的儿子，连狗都不如。好了，去吃饭了。二太太招呼着丈夫和儿子一起去吃饭。战义阳起身跟着母亲一起走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还以为真不让我吃饭了呢，我比我们家的狗都不如了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杜小姐过来，你一定要带她回来吃饭，让我和你爸见一见。
免得在路上遇到了都不知道是谁。妈，我不喜欢杜小姐。二太太一瞪眼，你奶奶给你挑的。你不喜欢？你不喜欢？你这几个月在折腾什么？你哥折腾2、3个月，你大嫂都心动了。宁云初当初不接受战一晨，是觉得自己是个盲人，配不上战一晨，才会一直拒绝。其实他早就动心了。战一阳在餐桌前坐下，我和我哥不一样，我哥3个月也没有拿下我嫂子呀。二太太跟着坐下，杜小姐不好吗？不应该啊，你奶奶给你挑的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，你也别太挑，想想自己也不是很优秀。你兄弟几个，你不是最好的，也不是最差的，就中间那种，所以不要太挑了，相信你奶奶。战一阳无奈的道，妈，感情的事说不清的，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与他好不好无关。再好，我不喜欢还是不喜欢。奶奶都说了，不管我了，随便我怎么折腾，只要我以后带回来的女人你们满意就行。妈，我的眼光也不会差的，放心吧，最迟明年过年就把你二儿媳妇带回来，快的话明年暑假可能都可以带回来见家长了。战一阳自认足够优秀，没有多少人能超越他的。跟狐狸初次见面，相互的印象是不太好，不过后来处得还不错，他有信心拿下狐狸。二太太瞪了儿子半晌，叹口气，既然你奶奶都不管你了，爸妈更管不了你，随你吧，毕竟要过日子的人是你，总要你喜欢才行，没有感情的婚姻很难经营下去。要是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太难熬。你开心就好，婆婆都管不了，二太太就更管不了儿子。你说你放弃和杜小姐在一起，你奶奶怎么说？二太太觉得婆婆太好说话，不太像婆婆的行事作风。奶奶就说尊重我的选择，不过让我以后不要后悔。战一阳拿起汤碗，先给母亲盛了一碗汤，看到父亲进来了，又给父亲盛一碗汤，嘴上说道，我从来不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虽说他之前还在纠结，不知道是选择杜雨萌还是狐狸，心里却清楚自己和狐狸在一起特别开心。他也很期待和狐狸见面，哪怕2个人见了面会吵架，他都期待。这种期待在杜雨萌身上找不到，他接近杜雨萌是逼着自己去做的，因为那是奶奶给他选的人。事实证明感情真不能勉强，酱扭的瓜儿不会甜。二太太哦了一声，那你以后不要后悔就好。他就说嘛，婆婆怎么轻易就不管老四了呢？原来是老四还被蒙在鼓里呢。老四说他从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，老太太则是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二太太这个当儿媳妇的都了解婆婆战利民当儿子的，自是比老婆更了解她那个狡猾的母亲。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彼此心知肚明，然后很有默契的不再问战一阳和杜雨萌的事。吃饭时，二太太还不停地给儿子夹菜。妈，我一回来就吃了不少烧烤的，吃不了太多。看到自己的碗都堆成了小山糕，战一阳边奋战边说道，妈也加点菜给我爸，免得我爸又吃飞醋，说我抢走了他老婆的注意力。因落，父亲也往他的碗里夹了块。平时在外面忙得很，想来也没有好好吃饭，瞧你都瘦了，多吃点。战一阳笑着，爸，你不是说就给我一碗白饭和青菜吗？那是气话。战一阳也给父母夹了菜，心里想着跟父母说清楚了，父母还是很开明的，这不已经不怪他了。压根没想到入坑的那个人是他。海童的办公室里，杜雨萌靠坐在黑色的椅子上，一边手端着杯子，一边手拿着勺子搅拌着杯子里咖啡。杜小姐真不想吃饭。海童暂停工作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去我公司的饭堂尝尝我们的工作餐。童姐不去和战少一起吃饭，是不是我在这里打扰了你？海童说道，那倒没有，战印中午和客户一起吃饭，我就不过去了，我公司里也有饭堂，忙的时候我就在饭堂里吃，
我们的工作餐也不错的。3个当老板的都是精吃的人，公司里的工作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因为他们时不时会留在公司里吃饭。工作餐不好吃，大家吃不饱，吃不香，哪有精力做事？也行，我这杯咖啡待会儿再喝。杜雨萌放下了那杯还热气腾腾的咖啡，这是他刚自己煮的。他也才来了半个小时。早上战一阳走后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又睡了好一会儿，再次醒来，感觉头不痛了，他才出门。管城他人生地不熟，认识的就是战一阳，但战一阳明显是不想和他一起。杜雨萌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下，也不想缠得太紧，所以没有联系战一阳。昨天与海童聊了聊，聊得来，他只能跑到海童的公司。中午我一般不喝咖啡。2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。杜雨萌看看海童的肚子，说道：“你现在最好不喝咖啡、浓茶，怀着身孕还是要忌口的。”海童笑：“我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咖啡、浓茶以及酒了。就是因为他很久没有喝咖啡，杜雨萌来了，才需要杜雨萌自己动手煮咖啡。商小姐今天没有过来。”杜雨萌随口问了句。他来了半个小时，都没有看到商小飞过来打招呼。小飞今天去菜场了，傍晚才会回来。他和小军都是孕妇，哪怕他们俩觉得他们还能打死一头牛，在小飞的眼里，他俩就是国宝，得小心照顾着，不能让他们俩再跑到菜场去。杜雨萌哦了一声，进了饭堂，2个人打好了饭菜，便找了个偏僻点的位置坐下来。杜雨萌看着有鱼有肉有虾的工作餐，问道：“你公司里的工作餐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分等级？”一样的，不分等级。在这里上班的可以说都是管理层，就不必分等级了。菜场的工人不可能跑到这里来吃，离得太远。不过他也承包了菜场工人的每天3餐，伙食也不算差的，他是要求正餐都要有肉有油气。在菜场上班的工人干的是累活，吃的饭菜若是没有油水，没有肉，饿得很快。海童是农村出来的，虽说10岁之后姐妹俩离开了村子，10岁之前她也帮着家里干过不少的农活，知道田里地里的活累，费力气儿。海童看了杜雨萌2眼，问他：“你们公司分等级？”杜雨萌嗯了一声，有几个饭堂，级别不同的，就在不同的饭堂吃饭，饭菜当然也有区别。不过最差的工作餐也能吃，比有些快餐厅的饭菜好吃点。公司的饭堂可以保证不是吃预制菜，我们不允许饭堂采购预制菜，我们也是不允许采购预制菜，食材还是当天买回来，当天吃才好。雨萌，你昨晚和易阳聊得怎么样？海童问着。昨晚杜雨萌喝醉了，他问不到。现在杜雨萌来找他，他就忍不住八卦一下。杜雨萌默默地吃饭了。海童看着他，关心地问，不欢而散。算是吧，要是谈得好，我昨晚也不会喝醉。昨晚的酒好喝，不过后劲是真大。我喝的时候觉得能喝几瓶，没想到很快就醉倒了。提到战一阳，杜雨萌的情绪变得有点低落。他有点动心的男人，外在条件很适合他，可是他的心不在他这里，这让杜雨萌尝到了挫折滋味。不怕海童笑话他，他这个人还挺高傲的，一般的男人他还真看不上，也以为他喜欢的男人一定也会喜欢他。他怎么说？说他没有那个意思，单纯把你当朋友来看待。杜雨萌说道，他是说对我没有男女之情，追求我对我好是想努力培养感情，可惜培养感情失败，还说我是他奶奶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。童姐当初也是战奶奶看中你，然后让战少来追求你的吗？海童笑，我和战印是闪婚的，没有谁追求谁，感情是后面培养出来的，典型的先婚后爱，不过也真的与奶奶脱不了关系。对于海童和战印闪婚的事，杜雨萌略知道一点。
海童简单的说了一下他和战印闪婚的原因，他是到后面才知道战印完全是被老太太逼着娶她的，更知道老太太早就瞄准了他，原因很可笑。那位大师说他和战印有一世的夫妻情，还说战印不娶她就只能打一辈子的光棍。老太太最是疼爱战印，哪能让战印打一辈子光棍，就利用战印的孝顺，软硬兼施之下，硬是逼着战印娶了她，才有夫妻俩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杜雨萌，那他奶奶为什么会选中我？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战奶奶。难道战奶奶也知道我的生辰八字，拿去算了一回，认为我和战一阳有夫妻之缘？海童笑道：这个你得去问奶奶了，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据我所知，那位大师已经不肯见奶奶了，他说缘分已了。我想你们不是因为大师算命的原因，而是奶奶经常到处旅游，从而打听到你们的品性，觉得适合自家的孙子，就让孙子们去追求他看中的女孩子吧。奶奶总是吐槽战印兄弟几个，说他们个个是人中龙凤，被培养得很优秀，唯独在爱情方面笨得可以，主要是他们不恋爱，更不要说结婚了。说养了几头不会拱白菜的猪，若有人请求奶奶帮忙介绍女孩子给他们的儿孙，奶奶总是说自己家里还有几头猪没有白菜拱的呢，哪有心力管别人家的猪有没有白菜拱？杜雨萌有点哭笑不得。战老太太是她听过最好笑的老太太了。我听我家那位说，奶奶年轻的时候很厉害的，叱咤风云。他们兄弟几个就是奶奶培养出来的，你看他们现在个个都很优秀，就知道奶奶有多厉害了。在战家，没有人想过跟奶奶斗不过，那就是老狐狸。所以奶奶给大家看中了人选，他们就直接去追求，还省了不少事儿呢，因为他们都无条件的相信奶奶。杜雨萌认为从海童这里是弄不懂战老太太为什么会选中他的了。海童看他神色，笑道：雨萌，你不用去想为什么，很多事情我们想不明白的，想不明白就不去想了，顺其自然。你只要和老四好好培养感情就行，也不用担心婆家不好。我婆家在管城的名声还是很好的，以我亲身体会告诉你，你以后若是嫁入战家，只会幸福不会后悔。他压根声音小声对杜雨萌说道：管城的名门千金，做梦都想嫁入战家呢，不是图战家的财富，而是图战家的有情郎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战家不论是在豪门里还是普通家庭，都属于一股清流。杜雨萌轻声说道：我也想，不知道能否有这个福气与你成为妯娌，努力过，争取过，不论结局如何，自己不后悔就行。海童知道战一阳在纠结，他会不会选择杜雨萌是个未知数，不过可以看出杜雨萌是对一阳动了心的。杜雨萌点点头，是的，不让自己后悔就行。吃饭，不管什么时候吃饭才是最大的事情。杜雨萌笑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两个人在食堂里吃了工作餐，海童还和大家聊了聊工作上的事情，才带着杜雨萌回到他的办公室。下午想出去走走吗？海童问他。杜雨萌说道：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让老四充当你的导游，带你在管城转悠一圈，郊区有几个景点可以去一游。杜雨萌说道：战一阳都不想搭理我，出去游玩开心最重要，我可不想拿热脸贴他的冷屁股，影响我的心情。你有空吗？你陪我逛逛街，我想买点东西，然后明天去游游山庄拜访一下战奶奶。不是去追问战老太太为什么选中他，而是想去会一会战家的老佛爷。海童笑道：可以，不过我得午休，习惯了不午休，下午没精神，没休息好，也容易头痛眼痛，等你行休起来再去。我午休起来带你去我的书店看看，小军在那里，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小军和小飞。海童每天一个妯娌处好了，都会介绍他们和自己的两个好姐妹认识。好，杜雨萌无处可去，无所事事的。海童乐意带她去哪里，
他便去哪里。你午休的吗？会休息半个小时。我办公室不算很大，没有休息室，平时就是将长沙发放下来当成床使用，午休起来再折叠成沙发，咱们2个人挤一挤还是可以的。杜雨萌去帮海童把沙发铺开当成床，你这种可以折叠沙发床还不错。你睡吧，我喝完那杯咖啡就不想睡了。现在不上班，晚上能早睡，没事。海童打了个呵欠，那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好。杜雨萌还觉得不好意思呢，因为她来打扰了海童平静的生活。海童收到丈夫发来的信息，夫妻俩略聊了几分钟，她便在沙发床上躺下，对杜雨萌不设防，她很快便进入梦乡。杜雨萌喝完了刚才未喝的那杯咖啡后，精神好得很。她轻轻地走到办公室门口，看到外面的大办公室里，大家都是趴在办公桌上休息，安安静静的。她不好走出去，怕自己的脚步声会吵到他们，便又轻轻地走回到椅子上坐下来，拿出手机，利用搜索功能搜集与战家有关的消息来看。虽说他让人调查了一番，对战家还是了解不深。海童跟他说了那么多，让他更想了解这个大家庭。他忽然收到了战一阳回复的信息，接二连三的。杜雨萌低声自言自语的，太阳都要从西边升起来了，肯回我的信息了。战一阳问他什么时候回海市，杜雨萌看着他发来的信息半晌，才回复他，还不确定，怎么战先生要请我吃饭，还是舍不得我回去？战一阳是想请你吃饭，想跟杜小姐再谈谈。杜雨萌问他，谈什么？我们的未来吗？还是战先生确定了？你选择了他，若是战先生真有了女朋友，并且让我见见对方，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战先生的世界里。想争取是一回事，但若是没有希望，他就放弃争取了。战家这样的好门庭是难得，可也要人家战一阳喜欢他，愿意娶她，他才能入的战家大门呀。战一阳停顿了几分钟，才发信息过来，我是有真正喜欢的人，不过我和他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不好让你去打扰他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，我们见面再慢慢说。杜小姐晚上有空吗？没空。那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饭。杜雨萌想了想后说道，我来管城本就是想找你问个清楚明白，现在基本上清楚了，过2天就回去。来都来了，他决定在管城玩几天，就当作是度假吧。回到海市又要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，连休息都是奢望，更不要说度假了。等我要回去之前，再联系战先生一起吃顿饭。做不成夫妻，也不想反目成仇，主要是2人也没有什么仇什么怨可以反的。战一阳向他解释清楚他会去接近他，对他那么好的真正原因，也跟他说他很好，但不是他的菜。认识就2-3个月的时间，哪怕他是真的动了心，感情要说有多深厚，那是骗人的。战一阳不选择他，他确实没有机会了，就放弃吧。因为没有公平竞争可言，他的心不在他杜雨萌身上，他天天在他面前晃悠都没用的。好，战一阳答应了。大家都静默了好几分钟，杜雨萌才再次发信息给战一阳，问他现在哪里。回老宅了，奶奶在家里，我跟奶奶摊牌。战一阳倒是没有隐瞒，不用问也知道他嘴里的摊牌指的是什么。杜雨萌的心揪了一揪，有点痛，想到了什么。他很快就调整好情绪，不难过，不生气，坦然地面对一切。他不喜欢杜雨萌就不喜欢了，以后想娶她杜雨萌的时候，他别像块牛皮糖似的缠着她就行。龙家别墅，宁思琪躺在床上，脸色还有点难看，不过比起刚流产那天要好一点。龙先生不想要他肚里的孩子，要求他流产，好在安排了很好的私人医护人员过来看着他，没有让他流产时出意外，也让营养师给他准备每天的3餐。坐小月子需要养好身子，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坏了身体。
她还年轻呀。放弃了肚里的孩子，承受着流产之痛时，宁思琪忍不住日夜咒骂着海童和宁云初。她始终觉得自己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，是拜海童妯娌所赐。特别是海童，她对海童的恨意更深。宁家出事变化那么大，让宁云初掌倒权，都是因为海童的多管闲事惹出来的。宁思琪真恨不得自己有通天的本事，能替自己报仇雪恨。海童现在怀着身孕，在战家被当成国宝一样，肚里的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。而她宁思琪初次怀孕，怀的不是她心爱男人的骨肉不说，她想生下来还不能生，龙先生不允许。同人不同命呀。房内的暖气让宁思琪觉得闷，她起身下床，走到窗前想开窗，房门被人推开，进来的人看到她这个动作，连忙阻止她：太太，别开窗，你坐小月子，不要吹到冷风。外面太阳大得很，不冷的，管城的冬天不冷，不像你们那里大雪纷飞。要不就把暖气关了，开着暖气我觉得闷死了。门窗紧闭，空气不流通，闷得很。宁思琪还是推开了窗，冷也就冷上几天，冷空气一过，气温回升，白天有17、8度，真的不冷。大街上有些人还穿短袖呢。总之，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人穿，走在管城的街头，那就是一年四季都有。负责照顾坐小月子的月嫂是龙先生特意请回来的，属于临时工，只上半个月班就可以结工资走人。他为了宁思琪以后的健康考虑，将端进来的补汤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走到宁思琪的身边，劝道：太太，你还年轻，不懂，小月子如同坐月子一般，最好就是卧床休息，吃好睡好，不要着凉，吹了冷风。现在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，等到年纪渐大，问题就来了。宁思琪不甚在意的道：外国女人连月子都不坐呢，人家还不是这样过日子。谁年纪大了没有问题的，有多少个人能够无病无痛真正的老死？看外面的太阳多大呀，一点都不冷，又不是北方。北方下雪，我们管城人顶多就是穿件薄外套，没事的。见宁思琪不听劝，月嫂也就不再多言，她也就是照顾宁思琪半个月的时间而已。好心提醒，主家不听，她能有什么办法？以后身体出问题，那是宁思琪的事，痛在宁思琪身上。太太，我给你炖了一盅汤，你趁热喝了。月嫂不再劝宁思琪关窗，让宁思琪去喝补汤。宁思琪问她是什么汤？鸡汤，我把鸡皮都剥了的，没什么油。月嫂知道宁思琪不爱喝油太多的汤，给宁思琪准备鸡汤时，她总是剥掉了鸡皮，那样不会有太多的油。没什么油也不想喝，这2天我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还老是给我喝那么多补汤，我怕出了小月子，我成了个胖婆。一天让她喝4、5次补汤，虽说每次喝的汤都不同样，但一天喝那么多次，她也喝厌了。她现在觉得没事了，都想出去走走。待在家里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宁思琪觉得自己已经被关在这里1个月了。阿姨，我流过产，身材是不是就变形了？会不会像那些女人一样，生完孩子后身材变形，走样，变得很难看？宁思琪忽然问着月嫂，她还年轻，也没有嫁人，可不能变丑，身材走样。月嫂温声笑道：太太这么年轻，恢复得很快，不会身材走样的。我也照顾过不少有钱的太太们坐月子，她们出了月子后积极锻炼减肥，很快就能恢复苗条的身材。月嫂没有说宁思琪是流产，身材都没有变形，做个小月子怎么可能会身材走样呀？就算每天吃得很好，宁思琪吃的也不多，很多营养品补汤。宁思琪就是尝尝个味道就让月嫂撤走了，或者直接就让月嫂吃。宁思琪放心了，她说道：我少吃点，不想出了小月子胖成球。一般坐小月子要坐多少天呢？
天天在床上躺着太无聊了。他不出现，海童会不会忘了他是谁？到时候是不是又要花更多更长的时间去结交海童？如果可以，他是真的不想和海童他们打交道。海童过得好，他身边的人也都很幸福，这让宁思琪嫉妒不已，特别是宁云初那个瞎子，最是让宁思琪极恨的。以前宁云初过得有多惨，现在就有多幸福。嫁的男人还是宁思琪之前想嫁的战一晨。月嫂说到，有条件的人就像坐月子一样，休息1个月，没条件的要上班的，一般也就是休息1个星期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太太是有条件的人，又年轻，最好还是休息1个月。月嫂并不知道宁思琪是被包养的一枚棋子，她以为宁思琪就是年轻漂亮，被大叔级别的龙先生娶了的。不过这栋大别墅里除了宁思琪，就只有2名保镖，并没有其他人了。龙先生、月嫂都没有见过，只知道男主人是姓龙，是中年人，这还是宁思琪告诉他的。宁思琪慢慢地喝着汤，他说道：“我现在觉得没什么事了，不想躺1个月，太无聊，别人1个星期都去上班了，那我也休息1个星期吧，我不用上班，就是偶尔出去购购物，逛逛街而已。我这样也比别人轻松很多，想来对我身体伤害不大的，我又年轻，恢复的比别人快。”他都想明天就去幼儿园等着海童呢。幼儿园下个星期都要放寒假了，一放寒假，他想装着偶遇海童的机会就少了。出席管城上流社会的宴会，虽然可以遇到海童，但是海童现在怀着身孕，很少再出席宴会，难遇到。宁云初倒是容易遇上，龙先生说的让他主要是去接近海童，取得海童的信任，与海童成为朋友，而不是宁云初。月嫂想劝劝的，想了想后还是不劝了。她是才照顾了宁思琪2、3天，也知道这个年轻的太太不好说话，也不听劝的。海童午休起来，杜雨萌恰好推门进来：“童姐，你醒了，我出去买了些点心水果回来，给了一袋你秘书，让他分给大家吃。”杜雨萌2边手都提着袋子，一个袋子里装满了他买回来的水果，另一个袋子里则是装着几种他认为好吃的点心。“你出去了。”海童起身，先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杜雨萌将买回来的东西放在茶几上，然后帮着海童收起折叠沙发。海童要来帮忙，他不让。海童看他收起折叠沙发轻轻松松的，以为他经常做这样的事情，便不跟他客气。看着他很快折叠好沙发：“我睡不着，又无聊，便出去在你们公司附近逛了逛。你公司附近的街道也很多商店，想买什么都很方便。”杜雨萌要扶海童坐下，海童笑道：“不用扶，我自己做，还没有到孕晚期行动不便时。”他自己坐下，杜雨萌跟着坐下。毕拉拿过他买回来的东西，说道：“我买了点水果，几样点心，我都是过味道可以才买的，我不挑嘴。”海童放下了水杯，凑近前去看他买回来的水果和点心。杜雨萌笑道：“我也不算挑嘴，当然了，好吃的我还是更喜欢吃的，谁都一样，有好吃的当然吃好吃的，没有能吃进去的也能吃。”海童是过苦日子的人，就算他现在身家不菲，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，有些生活习惯他始终保持着。他拿了一块点心吃，这家点心是不错的，我和小飞偶尔也会买点来吃，不过很多时候他们俩都是从家里带点心到公司里吃，家里的点心师做的点心比外面买的更精致，更好吃。那你还出去逛吗？海童问着他。说好了午休起来后带杜雨萌到处走走逛逛的，不去逛街了就去你发家的那家书店坐坐，介绍我和苏家的少奶奶认识就行，那个粗大腿可得牢牢地抱住。海童扑哧的笑：“我发家的书店？是你发家的书店，你是在那里开书店，与战少的故事才开始的，不就是你发家的地方？”
海童无法反驳。小军性子直率，豪爽，很好相处的，他也喜欢结交朋友。你午休的时候，我了解了一下，你们几个都很好相处，也就商小姐眼光太高，她瞧不上的就理都不理，面子情都不会给。商小飞交朋友很挑剔，管城很多千金小姐都和商小飞不对付的。商小飞在认识海童和小军之前，只有文若曦一个朋友，就是现在他的朋友也不多，天上的也就是战家的那几位少奶奶。商小姐看得起我最好，看不起我也无所谓，抱紧苏家少奶奶的粗大腿就行。海童笑得差点被点心呛到，他赶紧端起了那杯温开水喝了几口，咽下了嘴里的点心，他笑道：雨萌，你想笑死我？那是事实呀，只要知道苏南是干什么的，谁不想抱上他老婆的粗大腿？童姐，你是跟苏少奶奶交情一直铁，没有这种感觉，不知道我们这些陌生人有多想抱上苏少奶奶的大腿。苏南是苏家的人，苏家是干什么的不用多说了，能与沈小军成为朋友，以后遇到什么事需要动用到强大的人脉时，找沈小军的老公准能帮到忙。好吧，他是没有感觉，就算他和沈小军不是好闺蜜，有什么事战印也会让苏南去办，压根儿不用他去巴结讨好谁，